听故事学中文，一起走进中国。说起来，我最近真的遇到了一个特别好笑的事儿。我一个朋友就特别痴迷于买彩票，你知道吧？他也不是乱买，他有自己的系统。他非说他观察了3个月了，有个彩票站的老板，每次开奖日那天中午都会吃一个苹果。他就觉得这老板吃苹果就是个好兆头。那天他买的彩票就特别容易中。这听起来有点玄学啊。可不是嘛，我怎么劝他都没用，他那个执着劲儿，我就想起了咱们小时候都学过一个成语，叫守株待兔。他现在不就是守着那个彩票站老板吃苹果吗？没错，这个比喻太形象了。其实守株待兔这个故事，我们从小就听过，但可能很多人并没有真正去想过它背后的深意。它可不仅仅是在讽刺那些妄想不劳而获的人。对，所以今天咱们就从这个守株待兔开始，好好聊一聊。咱们可以一起挖一挖这个成语背后那个有点傻气但又很真实的农夫，看看他到底错在哪儿了。然后呢，再顺藤摸瓜，聊聊另外2个常常被我们搞混的成语——刻舟求剑和缘木求鱼，看看他们和守株待兔又有什么不一样。这个框架很好，从大家最熟悉的一个点切入，然后层层深入，再扩展到相关的知识点。这正是语言和文化学习中从知道到理解的过程，是吧？那我们就先从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本身开始吧。我先给大家讲讲故事，保证是最原汁原味的版本。话说在古代宋国，有一个农夫，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到田里去种地，非常辛苦。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古代自耕农的形象，靠天吃饭，勤劳朴实。对，结果有一天，他正在田里干活呢，突然砰的一声，一只兔子飞快地跑过来，可能是跑得太急了，没看路，咚一下就撞在田边那个树桩上，当场就死了。啊，这么巧？就是这么巧。这个农夫一看，哇，天上掉馅饼了啊！他白捡了一只兔子，晚上回家加餐了。这事儿搁谁身上，估计都得乐坏了吧？确实，这是完全意外的收获，是概率极小的一件事。关键就在这儿，这个农夫呢，第2天回到田里，他干着活，一抬头又看了看那个树桩，他心里就开始琢磨了：哎，昨天那只兔子不就是撞在这个树桩上死的吗？要是我天天守着这个树桩，不就天天都有兔子撞上来了吗？你看，错误的逻辑就从这儿开始了。他把一次极其偶然的事件当成了一种必然会发生的事情，这在哲学上其实是一种归纳推理的谬误。它只基于一个样本，就试图推导出一个普遍规律。说的太对了。然后他就真的这么干了，他干脆不种地了，就抱着锄头，像个稻草人一样，就守在那个树桩旁边，眼巴巴地等着下一只兔子自己送上门来。结果可想而知，他再也没有等到第2只撞死的兔子。他不仅什么都没得到，还荒废了自己的田地，最终一无所获。这就是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故事的全部了。是啊，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个成语，就是用来比喻那些不主动努力而存万一的侥幸心理，希望得到意外收获的人，或者更简单的说，就是死守着狭隘经验，不知变通。对，它其实包含了2层非常深刻的批评。第一层就是小文你刚才提到的，讽刺那些妄想不劳而获的侥幸心理。
农夫放弃了耕作这个本，而去追求撞死的兔子那个末。第二层也是更深的一层，是批评他的思维僵化。他看到了一个因和一个果，兔子撞树桩，然后死了，但他没有去分析这个因发生的条件。那只兔子为什么会撞上来？是受了惊吓，是视力不好，还是被天敌追赶？他都没有去想，他只是简单的把树桩和兔子死亡这两个元素绑定在了一起，试图复制这个结果。哇，你这么一说，我感觉这个农夫的形象一下子就立体起来了。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懒汉，而是一个逻辑有点问题，又有点一根筋的人。没错，所以当我们说一个人守株待兔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不仅仅是在说他懒惰，更可能是在说他思想僵化，不懂得根据实际情况去分析和变通。这个批评其实是很重的。我明白了，所以这个成语其实是在提醒我们要尊重客观规律，不能把偶然当成必然。好，那聊完了这个，咱们就顺着这个思路，再来看两个很像的成语：刻舟求剑和缘木求鱼。我感觉很多人，包括我以前，都觉得这几个词差不多，都是说方法不对。他们确实都带有方法错误导致达不到目的的意思，但侧重点和比喻的场景是完全不同的。我们一个一个来看，先说刻舟求剑。好，刻舟求剑，这个我也会讲，也是古代有个人坐船过江，船开到江中央的时候，他不小心把腰上挂着的一把宝剑掉进水里了。这是故事的起点。他马上在船舷上，也就是船边刻了一个记号，还对自己说：“我的剑是从这儿掉下去的。”等到船靠岸了，他就从刻着记号的地方扑通一声跳下水，说要去找他的剑。结果当然是找不到，因为船在动，水在流，而他的剑沉在江底，是静止的。他用静止的记号去寻找一个已经移动了的参照物，这本身就是个悖论。对，这个故事特别有画面感，一看就觉得这个人好傻。所以刻舟求剑这个成语，它讽刺的是什么呢？他讽刺的是那种用静止孤立的眼光去看已经发展变化了的事物的人。这个农夫错在把偶然当必然，而刻舟求剑这个人错在完全忽略了事物的运动和变化。他以为世界是静止的，他的剑和船的相对位置永远不变。这比守株待兔的思维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更僵化，因为他连眼前正在发生的变化都视而不见。哦，我好像有点懂了。守株待兔是错误地总结了规律，而刻舟求剑是压根儿就没意识到规律本身已经变了。可以这么理解，一个是在因上犯了错，一个是在参照系上犯了错。所以当我们说一个人刻舟求剑，我们是在批评他思想僵化、墨守成规，完全不顾客观情况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明白了，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，缘木求鱼。这个成语听起来就感觉希望渺茫。是的，缘木求鱼，顾名思义就是爬到树上去找鱼。这个行为本身就是荒谬的，因为鱼生活在水里，你上树去找，方向完全反了，方法从根本上就是错的。所以他是不是说你努力的方向就错了？所以再怎么努力也没用？完全正确。如果说守株待兔
是方法懒惰，刻舟求剑是方法僵化，那么缘木求鱼就是方法错位。他强调的是，你追求一个目标，但你所采用的途径、所付出的努力与这个目标南辕北辙，背道而驰。哇，这么一比较，这3个成语的区别一下子就清晰了。守株待兔是等着天上掉馅饼，是侥幸心理；刻舟求剑是抱着过时的地图找路，是不懂变通；而缘木求鱼是拿着渔网去打猎，是方向错误。总结的非常到位，而且缘木求鱼这个成语在孟子跟齐宣王的对话里也出现过。孟子用这个比喻告诉齐宣王，如果想用武力征服天下，就像爬到树上去找鱼一样，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。它不仅仅是指方法错误，有时候也隐含着你这个目标本身可能就值得商榷。太有意思了，感觉通过这么一聊，这几个成语一下子就从书本上跳出来了，变成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故事。其实这些成语故事就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思维工具包啊。说得好，这些故事流传千年，正是因为他们揭示的是一些非常普世、非常根本的认知错误。他们用最生动的方式教会我们应该如何去思考，如何避免犯那些看似愚蠢，但在生活中却时常发生的错误。没错，你看，我们今天从守株待兔开始，聊到了侥幸心理和思维僵化，又通过刻舟求剑看到了忽视变化的危害，最后用缘木求鱼理解了方向比努力更重要。这一趟下来，感觉自己的思维方式都被刷新了一遍。是的，这就是语言和文化学习的魅力所在。当你真正理解了一个成语背后的故事和逻辑，它就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词，而是变成了你认知体系里的一部分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最后，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今天聊到的3个成语。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和使用这几个成语。是啊，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既能不做那个守株待兔的农夫，也能不做那个刻舟求剑的乘客。那么今天留给听众朋友们一个问题，在你的生活或者工作中，有没有遇到过类似刻舟求剑或者缘木求鱼的情况呢？你是怎么应对的？欢迎用中文在评论区告诉我们。也欢迎大家对我们节目提出宝贵的建议，我们会虚心采纳，陪你轻松学中文。我们这里是听故事学中文 Learn Chinese Meet China， 为你提供在中国生活小常识、中文学习知心话题、中国传统文化等中文听力学习资料。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。我们下期见。听故事学中文，一起走进中国。